大家好，这名网友说，包包，陕西富平关中革命纪念馆开馆是什么情况？2025年5月24日，关中革命纪念馆在陕西省富平县开馆，表面上是以纪念习仲勋为主，展陈内容集中展现了习仲勋所谓的革命生涯和崇高风范，而且开馆日选在了习仲勋死亡23周年啊。习仲勋是2022年5月24日死的，时间安排颇具象征意义。然而呢，该馆并没有以习仲勋命名，而是以地域命名关中啊。这与中共以往高规格纪念习仲勋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表明习包子的权力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呀。富平呢，它已经有一个习仲勋纪念馆呢，新馆重复建设呢，而且它不以习仲勋的名字命名啊。富平县最早在2006年4月就建成了一座习仲勋纪念馆，位于习仲勋陵园南侧啊。这习包子把他老爸这个陵园修的香港1/3个香港那么大吧。2018年翻新后呢，建筑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啊，馆藏所谓的文物啊，这都是应该扔了的东西，还叫文物呢，363件，被列为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而关中革命纪念馆虽然也在富平，但是位于庄里实验区，地址不同啊。两座纪念馆都是以纪念习仲勋为核心，但是新馆没有以习仲勋命名，仅以关中冠名啊。而且看不出这个馆藏的所谓的文物如何区分呢？存在重复建设之嫌。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之中呢，纪念馆命名通常反映政治意图，是对其历史地位的最高肯定，而以地域命名，比如关中革命纪念馆呢，则显得更为笼统，可能有意淡化个人色彩啊。因为习仲勋在中共党史上地位本来就不高啊，抬高习仲勋、捧习仲勋的臭脚啊，还给习仲勋洗地呢，完全都是因为拍习包子马屁啊。现在习包子下台了，大家自然就唯恐避之不及啊。抬高习仲勋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啊，就是在篡改党史、篡改历史啊。习仲勋他就不是好人，不然不会生出习包子这货呀。2012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共是高调纪念，中央和地方联动出版习仲勋文集，凸显其地位呢。而2025年的新馆不再以习仲勋命名啊，可能是为了降低其政治象征意义，间接的反映啊习包子家族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啊。过去10年呢，习仲勋的纪念日活动规格往往与习包的权力地位挂钩啊。2012年习包上台之后，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活动规格极高，甘肃啊、广东等地高官云集，习远平呢频频出席，官方大肆宣传啊，旨在为习包子独裁造势啊。2014年陕甘边区伪政权成立80周年纪念呢，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推动高规格的活动，习远平的排名呢仅仅次于王三运啊，显示习包子家族的地位显赫。然而呢，去年2024年90周年的纪念活动啊，规格明显下降，当时习包子已经下台了呀。去年年底吧，参与高官的数量减少，军方代表的缺席呀。习远平的讲话也不再突出习仲勋，而是与其他所谓的革命人物并列啊。什么革命啊？就是
造反呢，就是捣乱啊，强调与以细胞子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啊。那这次这在2024年7月3中全会，细胞的丧失军权呢，现在马上要下台的背景之下呢，关中革命纪念馆的命名选择呢，可能就是进一步验证了细胞的丧失权利啊。中共权力运作中呢，纪念活动和命名往往是政治风向标。细胞子如果仍然掌握大权，新纪念馆可能直接就以习仲勋命名啊，以延续细胞子家族的政治资本的象征意义啊，就不以习仲勋命名，很可能是有意降低习仲勋的历史地位，也不能说降低吧，就是正本清源啊。这个习仲勋的历史地位本来就不低，本来就不高啊，间接呢削弱细胞子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啊。关中革命纪念馆开馆的当天呢，官方报道称有革命先烈、先辈亲属和干部群众代表参观呢，但是并没有看到习家代表的身影啊，尤其是徐远平的缺席啊，显得异常。结合徐远平以往天天抢风头啊，高调出席类似的活动啊，这一缺席可能表明徐远平已经被软禁啊，跟细胞的处境是类似的。徐远平呢，作为习仲勋的幼子，长期呢以家族代表的身份自居呢，出席各种所谓的纪念活动、捧臭脚活动啊。2012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徐远平在甘肃、广东两地的活动中频频现身，受到高规格的吹捧呢。2014年，陕甘边区伪政权成立80周年，徐远平的排名仅仅次于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显示其特殊地位。也就是徐远平表面上没有任何职务却享受仅次于省委书记的待遇，那就是省长的待遇呗。2019年85周年纪念呢，徐远平仍然出席并排名靠前。然而2024年90周年纪念活动中呢，徐远平的地位有所下降，讲话内容不再突出习仲勋呢。到了2025年，关中革命纪念馆开馆呢，徐远平就干脆完全缺席啊。官媒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及习家代表啊，看这个报道的字数很少啊，一共170个字。这与过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共的政治中，家族代表的出席往往象征家族政治影响力的延续。徐远平的缺席可能表明习家已经失去了对这类活动的话语权，甚至可能受到限制。如果徐远平没有被软禁，作为习仲勋唯一能公开现身的直系亲属徐远平理应出席，以维护所谓的家族形象。那缺席很可能是被迫的，暗示着徐远平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啊。2024年7月3中全会之后，细胞子丧失了军权和党政大权。2025年5月26日 ，X 平台上有帖子称，习仲勋纪念馆改名中共开始清算习的血统虽然未经证实，但是反映了舆论对细胞子权力现状的猜测细胞子丧失大权呢，其家族成员可能受到牵连。徐远平被软禁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的权力斗争之中呢，失势的领导人家族往往被限制行动比如周永康的儿媳妇黄婉被边控徐远平的缺席可能是这一逻辑的延续这位网友说，内裤稍为锦绣灰，天
天街踏进公卿谷啊。我的回复是，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事发之后不久呢，在重庆市公安局的门口啊，里头还是门口啊，由王立军题写的剑盾硕大的原石啊，被磨平了，磨圆了。习仲勋的纪念馆也一样，很快就要改名了。习仲勋这3个字啊，早晚要被凿掉。大家拭目以待，细胞子肯定会被清算的。这位网友说，胡春华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也得有个程序增补一下吧？直接代理总书记不太说得通啊。这网友回复：4中增补，21大追认下，程序都是小问题啊。这网友回复：这个不重要，想想当年邓屠夫被毛贬为普通党员，人家照样可以成为最高头目啊。我的回复是，只能说这个周伟明啊，真是先知。你说法治，我都觉得有点好笑啊。这胡锦涛能控盘的话，让谁上不是胡锦涛一句话的事情吗？就简单说呢，就这么2句话呀。细胞子掌权的话，谁抓的苗华、何卫东啊？张又侠他连个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啊。这位网友说个事情，1年前贴吧搜索帖子无法搜恶习这2个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能搜到。这位网友说，消息之后啊，哥们儿，现在 B 站这2天开始推流胡的影片呢，在今年4月左右集中出现，量不是很大，但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放松，而且胡的旧影片底下的评论呢，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也在5月份重新开放了一次评论。当然，你直接搜胡锦涛还是搜不出来啊，要搜涛声依旧或者搜胡温啊。这位网友说，我在推上对800个留言，盐碱地的大部分韭菜得到的福报都是少数几个韭菜用勇气甚至生命造就出来的。这位网友说，我今天 B 站上收到了很多推送胡锦涛的内容，确实好像变天了。网友回复说，没有啊，说你去多刷刷，我一早上突然刷到的。我也不在 B 站看政治新闻，里面赞扬胡锦涛、李克强、吴邦国、温家宝、朱镕基啊。确实，我今早在推荐页面上推荐了至少6个这样的影片啊，有汪洋、李克强、胡锦涛、胡春华，还有江泽民啊。我是早上收到的，看看昨晚开始安排干的活儿。我收到的推送是胡锦涛居首，最多还有温家宝、李克强、朱镕基、吴邦国。吴邦国也是团派吗？我不了解他。我说朱镕基、吴邦国是保守派的，跟细胞子是一条船上的。估计这几个放在一个 index 里面，代表政治内容，推荐系统一股脑拉出来。根据大包的说法不是，但是大包的确说过团派江派合作了。我的回复是，我没有中国的社交媒体啊，我也不知道。感谢这些网友告诉我这些消息啊。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每天都要翻墙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当时我就知道，即便翻墙出来，你看的好多东西也是大外宣的东西啊。但是即便什么都不看，也需要翻墙啊，就是那种自由的感觉吧。就是我可以不看，但是我不是天天要看，但是我想看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啊。就每次墙封锁的特别严的时候，暂时没法翻墙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愤怒，特别的恐惧啊。就离开中国，你就没法有那种感觉了。即便我知道中共有多坏有多残忍，但是这个知道和体验呢，这是2个概念。就现在我没法天天体验中共给我造成的这个愤怒和恐惧啊。对中国社交媒体发生的事情，我真的不太清楚啊。
这名网友说，800哥也不值得鼓励，他辞职要求财务立即支付剩余工资，企业财务只是让他等2天，领导审批而已。中国情绪不稳定的人太多了，可以说不健康的社会扭曲了人性。但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更不应该让企业去承担这一切啊！我的回复是，按照中国的逻辑，我应该回复你，别的企业怎么没事呢？别的企业不用承担这一切呢？这位网友说，大宝怎么看7月的网证网号制度？这是团派的路线吗？还有最近传的收紧出境政策，这位网友说，网络实名制就是胡锦涛搞出来的，都是共产党，别有幻想啊！邓小平和陈云的区别，无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鸟笼经济的区别。这么说来，我们今天讨论谁上谁下，好像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谁上都一样，谁上都一样。面瘫保党、袭垃圾、企图家天下，都不会为老百姓着想啊。这话说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不是特别大，关键还是国民素质。扪心自问，对国民素质有自信吗？我的回复是，中国没有选票，当然不能决定谁上，这细胞的上还是胡春华上。即便有选票，1张选票也不能决定结果呀。共产党当然不喜欢你去讨论谁上谁下，所以才搞这个黑箱政治啊。你讨论的意义并不是去决定谁上谁下，你讨论的本身就是在撕破共产党的黑箱政治啊！这玩意儿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就不要高看个共产党啊！中国10多亿人口呢，它不需要有1亿人口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就得倒台呀！有5000万、8000万的人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就得倒台呀！好的，谢谢大家。